大家好，我是顶牛。今天这期视频为大家详细介绍 7.39 的一个新命石、一个新 A 杖以及一个新的中地装备，希望高强度的活跃玩家看完能有所收获，酬金强度不高的老哥们也能看个热闹。要介绍的新命石是齐天大圣的右边命石出神入化，效果是摆出猴阵之后，大圣可以选择其中一个猴子猴孙来代替他的位置。像这样，先在原地产生一个猴子猴孙， 1.5 秒后在选定的位置出现。这 1.5 秒期间，大圣是无敌的，不会受到范围技能的伤害。然后并非是隐藏状态，因为卡尔毁天灭地可以搜索到，同时可以看到大圣是在完成出神入化施法之后，坐标就直接发生的变化，而不是等到现形之后。和很多传送类技能一样，被缠绕的时候，大圣无法使用出神入化。有一点很违和的是，嘲讽不能阻止大圣，这里明明被父王吼住了，大圣却可以传走。而且可以看到现形之后，嘲讽的 debuff 还在。军团决斗算是个例外，因为决斗除了嘲讽还附带沉默效果。现形之前大圣是无法被选中的，所以 VS 异形换位或者赌狗大招这种能作用于无敌单位的单体技能是给不上的。沉默大这种能作用于无敌状态的范围技能是有用的。无敌期间，大圣处于完全被控的状态，不能攻击和使用技能。这里又有一个比较违和的点，出神入化的无敌状态是可以被驱散的，就像吹风那样。比如大圣摆完猴阵之后，顶着否决使用出神入化，可以看到无敌状态会提前结束，不是持续满 1.5 秒，是直接在落点这里现形。出神入化有一个3秒的冷却时间，所以并不能连续进行换位。然后猴阵持续13秒，算上出神入化的 0.3 秒抬手，一次大招理论上最多能用出4次出神入化。如果在某个 1.5 秒无敌期间猴阵结束了，大圣会直接现身。完成出神入化施法之后，落点的猴子猴孙脚下能看到一个特效，不过这个仅对友军可见。大圣在对面的话，可以通过他施法时的转身和朝向来大概判断出选的是哪一个猴子猴孙。只能选择猴阵里的猴子猴孙， A 杖自动生成的不行，不管是在阵中还是阵外，都是选择离施法落点最近的猴阵猴子猴孙。第二个要介绍的是一个新 A 杖，臣在 7.39 有了全新的 A 杖效果，现在是加强大招上帝之手。出了A 杖之后，上帝之手会变成持续施法技能，800范围内的友军都会获得减1免疫的状态。技能固有的400点即时治疗，以及后续每跳40点的持续治疗，依然是全图有效。如果友军在 A 杖臣的800范围之内，持续治疗会是3倍的效果，每跳治疗120。当臣的持续施法结束之后，会恢复为40点。臣最多持续施法6秒钟，所以就是6秒的群体减1免疫，以及6段120点的治疗。需要注意的是，臣自己并不会获得减1免疫的效果，持续施法会被控制技能给打断掉。后期想要打出很好的效果，得同时有 A 杖和 BKB。然后800的多用范围不算特别大，持续施法期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范围特效。然后实际的多用范围比特效看上去的略大一点点。附顶锁以及新的4级终极道具德尊血誓之类的，可以增加 A 杖上帝之手的作用范围。和大多数光环一样， A 杖上帝之手也有 0.5 秒左右的粘滞时间，走出范围或者臣被打断持续施法，减1免疫都不是立马结束的。之前全能视频里提到过一个细节，就是对幻象攻击力的调整可以被减1免疫给免疫掉，比如给 TB 幻象上驱逐，此时幻象就是满额的攻击力。所以如果 A 杖臣配上小娜迦这种，所有幻象都能以满额的面板攻击力来造成伤害，理论上能打出很炸裂的效果。除此之外，幻象打建筑的时候还会折上折，除了幻象自身的攻击力调整，建筑对幻象还有一个特殊的伤害调整，幻象对建筑造成的伤害还会再扣去 60%。所以即使这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6神小当家，让他的幻象来拆塔也是比较费劲的，即便只是个1塔。
这个 60% 同样可以被减1免1给免疫掉，所以配上 A 杖沉的话，每一个幻象都相当于是在用本体的满额白字攻击对塔造成伤害。敌人的下塔已被摧毁。值得提一句的是，上帝之手后续治疗的 buff 是可以被驱散的。不过因为减1免1，所以一般的驱散技能不会对 A 杖范围之内的上帝之手起作用。只有毒狗大招这种无视减1免1的驱散手段可以。然后 A 杖光环不能作用于无敌的单位，这里大圣吹起自己之后，减1免1粘滞一会儿就消失了，所以此时可以被否决给驱散掉。神的 A 杖减1免1也有额外魔抗，是 60%。这个新 A 杖还有一个效果是降低40秒上帝之手的冷却时间，满级从110秒降低到70秒。第三个要介绍的是 7.39 一个新的5级中低道具，叫做不朽狮王的头盔，效果非常类似于骷髅王的绿魂，受到致死伤害之后，佩戴者会获得死亡延迟的效果，可以继续战斗5秒钟。跟绿魂不太一样的是，头盔的延迟效果可以续1200范围内没有一个敌方英雄阵亡，头盔绿魂就能多持续5秒，只有产生人头才算，所以击杀小熊或者电狗大招克隆体不能续头盔绿魂的持续时间，打出不朽盾或者骷髅王的重生也不能续。最开始的时候头盔有 bug， 某些情况会触发多倍的延迟时间效果，比如在绿魂期间敌军阵亡的时候，每一发朝敌军尸体飞过去的远程弹道都会判定为击杀的一次目标，绿魂时间会被续上好几次，所以理论上有概率会出现一个持续时间非常久的绿魂。现在不会了，是正常持续5秒。小歪戴头盔会比较尴尬，正常来说，小歪受到致死伤害触发琴系是有概率活下来的，尤其是宙斯大这种远距离的击杀。但如果小歪有头盔，就是琴系和绿魂同时触发，然后绿魂到时间小歪阵亡。换成刚刚演示的宙斯大的例子，就是本来能活，但是被头盔给搞死了。没记错的话，琴系刚出来的时候跟骷髅王 A 杖交互也有类似的问题，后来被修复了。可以看到现在是只触发琴系，在琴系 CD 的时候阵亡才是触发绿魂，所以头盔配琴系这个现象其实算是老问题了，后面应该会修复成像骷髅王配琴系那样。反正截止到视频录制依然是头盔琴系同时触发。这种情况小歪想活下来得有刷新，把琴系刷新了就能在绿魂结束之后再次触发琴系。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不朽狮王的头盔是可以被刷新的，只不过它不能在绿魂期间触发。和骷髅王绿魂类似，头盔延迟的死亡不会被任何手段所终止，比如绿魂9仙开分身，比如 A 杖凤凰包绿魂，都是到时间直接结算死亡。有不朽盾的话是先结算不朽盾，如果是绿魂期间捡起不朽盾，到时间可以激活不朽盾。骷髅王戴不朽狮王的头盔基本上是没用的，因为每次阵亡都是只触发自己的吸血灵魂，而不是头盔。然后前面提到绿魂期间头盔不会触发，所以就是完全没有效果。除非是之前提到过的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被吹风或者禁锢这种带无敌的技能给击杀，这种情况吸血灵魂不会生效，所以是头盔触发。当头盔绿魂到时间的时候，会再次触发吸血灵魂的绿魂。不朽狮王戴不朽狮王的头盔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说法，就是正常的先出绿魂，绿魂到时间触发挽歌游唱。最后对本期视频的重点内容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总结。第一，嘲讽类技能不能阻止大圣使用出神入化。第二，出神入化的 1.5 秒无敌状态可以被驱散，导致大圣完成施法之后直接现形。第三，陈的 A 杖减1免1不能对自己生效。第四，陈的 A 杖减1免1配幻象系有可能打出很炸裂的效果。第五，小歪最好别戴不朽狮王的头盔，因为有可能会弄巧成拙。第六，骷髅王戴不朽狮王的头盔几乎没用，除了一些极其特殊的情况，一般都是只有自己的先天技能会触发。OK， 今天就聊这么多。老客们关于 7.39 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发现，都欢迎随时跟我说，也一定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